Hello，歡迎收睇金金貓模型。我相信各位朋友如果對 TV 版嘅 Wing Zero 有興趣，都應該係等9月推出嘅 RG 版啦。咁究竟呢一盒喺2014年推出嘅 HG 會唔會話已經好過時呢？我就問過 Zero 系統嘅，咁佢就冇正式解答我。咁唯有留待下個月 RG 版推出再交代啦。當然要我有時間同埋買得到先至得啦。玩得 HG 保色貼紙就唔會話少噶啦。咁今次我都係會用晒佢嘅。呢啲可動當年會唔會係一啲新嘅技術呢？而家一定就係基本嘢嚟噶啦。不必要系列嘅 HG 經過10幾年後嘅今日仍然冇變，就係呢啲 PC 膠啦。呢盒 Wing Zero 係有9塊板件。咁我喺3月嗰陣呢，喺模型鋪特價放售嗰陣買嘅，100蚊內啦。今次呢個 HG 我用咗接近3日嘅時間嚟製作，用得最多工序嘅步驟就係黑線加深，接近90%嘅白色件都要進行加深嘅步驟，先至可以上得到墨線嘅。咁至於補色嘅地方，我主要係補出風位嘅黑色啦。咁一陣間嘅組裝過程將會分享俾大家睇，邊幾件零件係需要補色嘅。呢盒高達模型最大嘅難度就係加深黑線，組裝就唔困難。只要你願意花一啲時間嚟製作，出嚟嘅成品就算得7-8成嘅完成度，都已經好靚噶啦。至於背包4對翼嘅重量，對於呢個 Wing Zero 嚟講，影響就唔係太大。咁調校一下就已經相當穩陣。接地方面，我就反而覺得佢比起近代嘅高達模型仲要做得好啊。先俾大家睇一睇腳部嘅分件，總數係有40件。呢4件就係腳掌嘅分件。至於呢2件係乜嘢呢？大家都知啦， Wing Zero 係可以變做 New Bird 嘅飛行形態噶嘛。呢個 HG 腳掌變形嗰陣係需要換上呢2件零件嘅。咁一陣間嘅變形過程會做俾大家睇。腳部有好多位呢都需要手油補黑色。咁當然有啲我係偷懶冇做到啦。但係有陣時簡簡單單出嚟嘅結果都已經係唔差噶啦。腳部嘅組裝真係非常簡單，冇太困難嘅地方。如果大家想佢嘅細節多一啲，咁建議真係要做黑線加深。腰部有11件分件，咁亦都俾大家睇睇補色前後嘅分別啦。咁有啲地方，例如我手指指住嘅位呢，官圖表示係要補灰色嘅，咁但係我冇灰色，咁上黑色就算啦。各位師兄，如果想前裙甲有獨立嘅可動，記得將中間剪開先至進行組裝。背包4對翼有22件分件，呢幾對翼用咗我最多嘅時間去製作，加深黑線嘅工序接近用咗1個鐘。大家睇到上咗墨線同埋未上嘅分別。雖然我唔係整得好，咁但係點都好過白色一塊件啦。嚟緊推出嘅 RG 版本喺分件分析上應該會比起呢個 HG 做得更加好嘅。呢件藍色件嘅黃色係貼紙嚟嘅，仲有呢個凹落去嘅部分係要油黑色，圓形嘅邊就係灰色。不過我覺得 OK 就得啦。裝上背脊之前，再俾大家睇一睇打開嘅狀態啊。可能我未清潔得好㗎吓，咁一陣間我再執一執啦。咁如果收睇影片中嘅師兄真係完全冇時間同埋精神，可以無視黑線加深同埋滲線嘅工序嘅。始終模型係自己嘅，咁完成嘅程度多與少呢，自己滿意就可以啦。千祈唔好同人比較，係無止境嘅。該收手時就應該去收手。雙手由44件分件組成，需要補色嘅地方就係呢2件黃色圓餅。手部件同件之間嘅連接，有部分零件係採用咗 C 字扣嘅，例如膊頭甲嘅組裝啦。特別係呢一件噴射口嘅灰色件，夾緊係冇問題嘅，不過都係喺夾緊嗰陣呢，要就一就。呢一隻左手嘅噴射口呢，就甩咗出嚟。C 字扣喺組裝上都係唔太穩陣嘅。
咁啊只好將上面嘅藍色夾拉起啦，再將噴射口插翻入去。日子耐咗會唔會好易甩？咁啊留翻俾一早砌好咗嘅師兄留言解答啦。另外手腕嘅藍色外夾好有砌 R 字嘅感覺嘅。嚟一個經典嘅舉槍姿勢俾大家睇啦。嗱，咁好彩，雙手係呢一刻係冇向下垂嘅。不過呢啲姿勢真係唔能夠長長久久嘅，間中作展示係可以嘅。咁但係如果以呢一個 pose 長時間放喺展示櫃呢，咁我相信1至2個月手部嘅關節就會慢慢變軟，咁嗰陣就會變成不舉噶啦。W 高達嘅系列機都同樣有呢一個情況。各位師兄都知啦，Wing Zero 最強嘅火力就係將兩支大炮合拼啊！嗱，不過有一個問題，我淨係裝咗一邊嘅拳頭，如果將另一邊都裝上，會出現乜嘢情況呢？拳頭平衡就會令到雙槍分開啦。最後我係做得到呢個姿勢嘅，但係換轉角度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左拳頭我係向下一啲嘅。所以呢個姿勢唔能夠完全展現，有啲可惜啊嚇！如果將兩支槍再提高一啲，雙手嘅手腕更加會因為迫力咧而甩出嚟。始終呢一個 pose 係 Wing Zero 最經典嘅姿勢啦，或者係我嘅技術唔好先至做唔到。嚟緊推出嘅 R 字會點樣作一個改善呢？好快就會知㗎啦。至於身體同埋頭部嘅組裝過程就唔剪輯俾大家睇啦，因為我都唔想呢段影片太長啦。除咗5飛嘅雙龍高達同埋 G-Unit， 即係雙子座嘅一批機體之外呢，應該要砌嘅5小強，我終於都砌好啦。呢一套 W 系列嘅模型會唔會因為9月推出嘅 R 字而迎嚟一段長時間嘅終結呢？可能又要再過多1次5，又或者10週年，先至會有新嘅版本推出。咁嗰陣各位師兄應該都滿頭白髮㗎啦，所以大家有時間真係要買而家有嘅 HG 同埋 R 字返屋企砌好佢哋，圓滿自己一個兒時嘅夢想啦。唔好唔記得 Wing Zero 係有飛行形態嘅。頭部180度向後轉，下半身亦都係一樣。膊頭甲兩邊嘅白色甲向外拉起，跟住再將成個膊頭甲向下拉，兩隻腳掌要拆落嚟，再將腳底嘅噴射口掹埋落嚟。由於落手嘅空間有限，顯得係有啲困難嘅。將噴射口裝返去成形腳掌，再插返入腳裏面。咁啊，記得將白色嘅外甲咧收返埋。4對翼連關節向下拉，將兩邊嘅翼打開。最後作出一啲修正啦。管體嘅變形已經係完成㗎啦。最後就將盾牌嘅手柄向上收納，將兩支槍同埋盾牌作連接，咁啊將變成機頭嘅盾牌咧連接個背脊，成個飛行形態就完成啦。咁好多朋友都成日取笑高達嘅趴地變形啦，咁 Wing Zero 亦都繼承呢個傳統。我自己覺得感覺係唔差嘅，咁總好過近年死神高達又可以變形，R 字艾比安又多一個雙頭龍形態。其實只要簡簡單單跟翻原設，中意嘅朋友就會埋單㗎啦。咁最初我都非常糾結，好唔好買呢一個 HG 呢？因為都推出超過10年嘅時間。不過我都希望呢段影片可以為一啲想簡單組裝嘅朋友一個答案。究竟呢個 HG 10年後嘅今日仲值唔值得買呢？外形方面，我覺得都好緊貼動畫版㗎啦。咁如果想細節再多一啲，就真係要花多啲時間去滲線同埋補色。至於 W 系列嘅所有 HG 最大嘅缺點，除咗頭先提及嘅補色之外呢，關節比較軟嘅問題，各位玩家應該都會認同。我知道好多朋友擺 pose 嗰陣係會用 Wool Tab 咧作一個補強，所以呢一批新生嘅 W 系列高達機
未必係最好，咁但係亦都係一個圓滿各位收集夢嘅選擇。嗱，我唔知道9月呢有冇時間同埋精神去買 ROG Wing Zero 嚟同呢個 HG 版作一個比拼系列嘅。如果真係冇，下集應該會係 SD 高達外傳5噶啦。咁我而家呢係唔熱衷追新模型嘅，理由都講咗好多次，咁希望大家尊重我嘅意願啦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，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。未訂閱嘅朋友，希望你會訂閱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